朋友们，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别魔幻的事儿。1998年，如果你拿$1000买纳斯达克，猜到1999年底变成多少钱？$5000，1年多时间翻了整整5倍。可那些1998年投资的人爽了没多久，从2000年3月开始，纳斯达克暴跌80%，有人直接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。现在更魔幻的事情来了，从2022年 ChatGPT 出来到现在，半导体指数涨了393%，比当年的互联网泡沫还要疯狂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仔细一对比，发现2025年的情况和1998年简直一模一样。同样是新技术革命，同样是全民疯狂，同样是这次不一样的声音满天飞。这到底是下一个暴富神话，还是下一个巨坑？今天我就用1998年那些投资者的真实经历来给你们扒一扒这里面的门道。先说说1998年那会儿是什么情况。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一个词，互联网。大家都相信互联网要改变整个世界，任何跟网络沾边的公司股价都能上天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当时有家公司就是卖狗粮的，结果改名叫宠物食品在线，股价立马翻了好几倍。现在想想是不是很荒唐？可当时的环境确实太好了，美国那会儿通胀很低，从1996年的3.2%一路降到1999年的1.5%。为什么这么低？主要是油价跌得厉害，跌了60%。你想想，加油便宜，运输成本低，什么东西都便宜，老百姓当然开心。美联储一看通胀这么低，还主动降息，市场上的钱多得流油，这种环境下所有的钱都涌向了股市，特别是科技股。那时候的投资人怎么想的呢？他们说，互联网是未来这些公司将来能赚的钱是无限的，现在买贵点怎么了？结果那几年科技股真的是疯涨，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开始连续5年暴涨，很多科技公司的股价涨了10几倍、几十倍。1998年到1999年这2年，如果你闭着眼睛买科技股，基本上都能赚钱。那些早期投资亚马逊、雅虎的人，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。硅谷到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开着法拉利，因为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价值几百万美元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可是好景不长，2000年3月开始，纳斯达克开始暴跌，从5000点一路跌到1000点。跌了80%，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互联网公司99%都破产了，那些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说白了就是估值太离谱了，那些公司根本就不赚钱，甚至连收入都没有，但股价却涨得比天还高。市场最终还是要回归理性的，泡沫总是要破的。现在你们再看看2025年的情况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？这2年 AI 概念火得一塌糊涂， ChatGPT 一出来，整个市场就疯了。大家都说 AI 要改变世界，就像当年说互联网要改变世界一样。半导体作为 AI 的核心，自然成了香饽饽。先看看现在的大环境。2025年6月，美国的通胀率是 2.7%， 比2022年超过 9% 的峰值大幅下降。为什么？还是老配方，油价下跌。现在油价比2022年的高点跌了近一半，7月份大概在$62一桶左右。美联储呢，去年9月、11月、12月连续降息3次，把利率从高位调到了 4.25% 到 4.50% 这个区间。虽然没有1998年那么宽松，但环境已经相对友好了。你看，低通胀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，是不是和1998年一模一样？再看看现在的市场疯狂程度，英伟达市值今年7月突破了4万亿美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比很多国家1年的 GDP 还高。台积电今年2季度的财报也是亮瞎眼，销售额30多亿美元，毛利率接近 60%， 每股收益全部超预期。AMD 也是一路狂奔，股价翻了好几倍，数据更是惊人。半导体行业从2023年中到现在，每股收益从100美元涨到230美元，年增长率达到 50%。
这比当年科技股20%的增长率还要猛。市场上到处都是暴富的故事，朋友圈里有人说自己买英伟达赚了几百万，有人说投资半导体基金1年翻了几倍，自媒体都在说 AI 改变世界，半导体是未来这样的声音。这种狂热程度和当年的互联网热潮简直一模一样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都是新技术概念，都是颠覆性创新的故事，都是满天飞的。这次不一样论调，可问题就在这儿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每次大家都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，往往结局都很相似。那咱们仔细想想，现在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？首先是估值，英伟达现在的市销率已经和当年泡沫期差不多了，半导体行业整体的市盈率大概30倍，如果再涨到40、50倍，会不会重蹈覆辙？其次是竞争，当所有人都涌入同一个赛道时，竞争就变得白热化。AMD 的下一代芯片马上要大规模生产了，苹果、谷歌、Meta 这些公司也在自研芯片，就连中国虽然受到出口限制，但像深度求索这样的公司还在搞自主研发。英伟达的护城河能保持多久？最关键的是2025年还有额外的风险因素，这是1998年没有的。比如说贸易战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今年4月份解放日关税一宣布，市场立马暴跌6%。虽然后来暂停了90天，但谁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幺蛾子。半导体这个行业对全球供应链极其敏感，任何贸易政策变化都可能引发剧烈波动。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已经让英伟达 AMD 在4月份跌了超过10%。还有地缘政治风险，中东那边一有风吹草动，油价就可能暴涨。如果油价重新涨到120、130美元，通胀再次抬头，美联储被迫加息，那半导体股票还能支撑住吗？摩根大通直接警告，如果关税引发经济衰退，半导体股票可能面临20%以上的下跌。纳斯达克更是预测，今年股市可能出现至少20%的回调。你看，风险因子是不是比1998年还要多？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的观点是，机会确实存在，但千万别盲目。如果你相信 AI 真的能改变世界，如果你觉得半导体行业的基本面确实不错，那可以适当配置一点，但记住几个原则。第一，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半导体可以买，但绝对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20%。还要配置一些银行、制造业、医疗这样相对稳定的板块。第二，别追高。现在英伟达、AMD 这些股票已经涨了好几倍了，价格真不便宜。如果真想买，等市场回调的时候再进场，就像买菜一样，菜价涨到天上的时候，你还去抢购吗？第三，随时准备跑路，密切关注政策变化、国际局势，一旦风向不对，立马减仓，不要舍不得，保本最重要。第四，保持长期思维，不要想着靠半导体股票一夜暴富，那是赌博，不是投资。真正聪明的投资者是利用市场波动赚钱，而不是被市场波动玩死。说实话，现在黄金今年都涨了超过25%，比很多股票表现还好。如果你实在担心风险，多买点黄金当保险也挺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被情绪绑架。1998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，因为买什么都涨。但真正的考验是在2000年市场崩盘的时候，谁能保持冷静，谁能活到最后。巴菲特那句话说得好，别人贪婪时我恐惧，别人恐惧时我贪婪。现在的半导体市场明显是在贪婪阶段，满大街都是 AI 概念，人人都在谈论英伟达。这种时候，你觉得应该冲进去，还是应该冷静一下？我觉得答案很明显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惊人的相似。1998年的互联网热潮和现在的 AI 热潮，从宏观环境到投资者情绪，甚至连估值水平都差不多。但我们不能忘记1999年的那些百万富翁最后都变成了什么样。半导体确实是个好赛道， AI 也确实可能改变世界，但投资最重要的不是看到机会，而是控制风险。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，保持理性才是最难得的品质。
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谨慎、乐观、理性投资，既不要错过真正的机会，也不要成为下一个泡沫的受害者。你们觉得现在的半导体市场是机会还是陷阱？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，咱们一起讨论讨论。记住，投资有风险，决定需谨慎。最重要的是，永远不要拿自己承受不起的钱去赌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